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希望您在这里度过一段轻松愉快的时光。今天我们想为您带来以下新闻：王一博续约乐华，顶流绑定背后，机器人加爱加潮玩能否撑起第二条增长曲线？2026年3月27日。乐华娱乐在港交所发布的一纸公告，终于为持续数月的续约悬案画上了句号。王一博，这位内娱商业价值首屈一指的顶流艺人，与这家陪伴他走过12年的经纪公司再度续签独家艺人管理合同，双方的合作关系得以延续。消息一出，乐华娱乐的股价应声反弹，市场长舒了一口气。然而，在这场举国瞩目的续约大戏落幕之后，一个更深层的问题浮出水面，并以更持久的方式考验着这家被称为艺人经济第一股的上市公司。留住了王一博，然后呢？乐华娱乐于2023年在港交所挂牌上市，彼时以艺人经济第一股的名号引发市场广泛关注。王一博系其旗下最核心的签约艺人，集演员、歌手与赛车手多重身份于一身。2019年凭借主演仙侠古装剧《陈情令》实现爆发式出圈，此后商业价值持续跃升，逐渐成为乐华娱乐最重要的营收支柱。公开资料显示，其与乐华签署的上一份艺人管理合约原定于2026年10月到期，而续约谈判的迟迟未果，在过去数月间持续压制着市场对乐华娱乐的信心预期。续约确认的2天前，乐华娱乐已在公告中披露了2026年股份激励计划的相关细节，拟向王一博售出1250万个受限制股份单位，认购价定为每股0.01亿港元，约占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的1.51%。按照3月27日收盘价2.04港元每股估算，这批股份的总价值约为2550万港元。公告的措辞清晰地说明了这一激励安排的双重意图，一方面是认可及奖励王一博对集团业务做出的卓越贡献，另一方面则是寻求维持双方的长期合作关系。与此同时，公告中的回拨机制同样值得关注，一旦王一博不再是公司签约艺人，该股份奖励计划将自动失效。这意味着，这份真金白银的激励，既是乐华对王一博长期价值的公开认可，也是一种以财务利益为纽带的深度绑定。然而，在这份看似皆大欢喜的续约方案背后，乐华娱乐对待王一博的态度其实存在一种耐人寻味的内在矛盾。一方面，公司不遗余力地以股权激励挽留这位核心艺人，在公告措辞中屡次强调王一博续约对于公司业务稳定的战略重要性；另一方面，公司却在悄无声息地推进一套去王一博化的叙事策略。这种微妙的分裂感，在乐华娱乐最新发布的2025年全年业绩公告中体现得尤为明显。整份公告中并未直接出现王一博的名字，仅在项目介绍中提及了他参与的纪录片《探索心境》第2季，且未作姓名点名。作为对比，公告在提及其他内容时，并不回避具体艺人的名字，比如程潇参演的是女儿是妈妈，黄明昊主演的默杀均有明确提及。固然，王一博去年公开发布的影视作品数量确实有所减少，这或许是客观原因之一，但纵观乐华上市以来历年财报，提及王一博的频率呈现出清晰的下降趋势，这一变化背后的主动性意图已不难判断。乐华娱乐希望向资本市场传递的信号是，公司的价值不应仅仅建立在对单一艺人的依赖之上。这一诉求有其现实逻辑。尽管2025年公司实现营收 9.07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18.6%， 年内利润与毛利率等指标也呈现出较为可观的同比改善，但如果将视野拉长，
将当前营收水平与公司2021年高达12.9亿元的营收峰值相比，乐华近年来的营收规模实际上出现了明显收缩。在这一背景下，公司的危机感并不难理解。他显然不能失去王一博，但他同样清楚，仅仅依靠王一博，这条路注定走不长远。在这种清醒认知的驱动下，乐华娱乐的转型动作在过去1年中明显提速。2026年1月，乐华娱乐创始人杜华在公开活动上发言，明确表示2026年是乐华的转型之年。他希望乐华给外界留下的印象，不再仅仅是一家会造星的经纪公司，而是一家涵盖机器人加爱加潮玩的综合性企业。这一定位的跨度之大，令不少业内人士感到意外，但结合当下整个商业环境的大背景来看，乐华的选择并非全无依据。爱热潮在过去1年持续汹涌，技术的进步已经开始从根本上撼动娱乐内容生产的底层逻辑。舞台上的舞蹈表演，镜头下的演技呈现，已逐渐不再必须依赖真实的人类个体来完成。这一趋势对于以艺人管理为核心业务的经纪公司而言，既是挑战，也是潜在的结构性机遇。机器人方向的布局已有实质性进展。3月18日，机器人租赁平台擎天租官宣完成天使轮及天使加轮2轮融资，乐华娱乐以跟投方身份出现在投资名单中。杜华随即表示，下次大家到我们公司的时候，应该会看到很多岗位，很多工种可能都是机器人了。然而，就目前的情况而言，乐华暂未释出更多机器人加娱乐的具体业态与落地作品，这一方向仍处于战略卡位阶段，距离形成真正的业务贡献尚有较长的路要走。相比机器人和 AI 方向的早期探索，潮玩经营是乐华娱乐2025年重点投入且已初见成效的业务板块。据2025年全年业绩公告披露，潮玩经营业务在报告期内实现收入3713.4万元，占公司总营收的约 4.1%。这一比例虽然相对有限，尚不足以撼动艺人管理业务的主导地位，但该板块 45% 的毛利率令人印象深刻，是公司所有业务板块中盈利效率最高的，显示出潮玩赛道在商业模式层面的内在吸引力。乐华的潮玩业务主要通过旗下子公司与专业潮玩公司深圳一起展开合作，目前已初步建立起涵盖 WAKUKU、CI Nano、ZIYULI 等10余个 IP 的产品矩阵，其中 WAKUKU 是目前乐华旗下热度最高、市场表现最突出的潮玩 IP。从抖音平台的话题播放量来看， WAKUKU 已积累11.7亿次的播放数据，与潮玩赛道的现象级头部 IP LABUBU 的122.2亿次相比仍有相当大的差距，但与星行人的22.2亿次和 Molly 的8.4亿次相比， WAKUKU 的表现已然不可小觑。而来自关联公司奇梦岛最新季报的数据则更为直观地呈现了 WAKUKU 的商业潜力。2025年第4季度，WAKUKU 单季度贡献收入约 1.29亿元，在整个 IP 产品矩阵中的收入占比超过 70%， 是名副其实的绝对主力。从走红路径来看， WAKUKU 的崛起轨迹与 LABUBU 颇为相似，均受益于明星效应的引爆与社交媒体的裂变传播。程潇、范丞丞等乐华系艺人及众多其他明星与 WAKUKU 的合影已在社交平台上广泛传播。乐华正在有意识地将自身积累的娱乐资源与艺人影响力系统性地导入对潮玩 IP 的造势推广中，试图以娱乐生态的力量孵化出下一个 LABUBU 量级的现象级 IP。这种思路在逻辑上是成立的，
毕竟乐华在内容营销和明星资源的整合运用方面拥有显著的先天优势，而这正是许多纯粹的潮玩公司所不具备的差异化能力。然而 ，LABUBU 的爆红历程本身便是潮玩世界偶然性法则的最好注脚。这个诞生多年却长期默默无闻的 IP， 因为 Lisa 在社交媒体上的一次真实分享而意外引爆，此后一发不可收拾的席卷全球潮玩市场，让泡泡玛特的市值数倍跃升。这种爆发所包含的偶然成分，是无法通过任何精密的商业规划来完全复制的。乐华娱乐拥有独特的艺人资源，可以为 WAKUKU 创造更多曝光机会，但 IP 是否能够真正获得消费者发自内心的情感共鸣与持续追捧，最终还要回归到产品设计本身的魅力与市场偶然性的共同作用。与此同时，王一博的个人商业活跃度与作品产出，在过去一段时间里也在发生着显著的结构性变化。截至2026年3月，王一博手握超过30个商务合作，涵盖香奈儿、罗意威、Jimmy Choo 等顶奢品牌，以及安踏、雪花、白象等国民消费品牌，品牌覆盖层次之广令人叹服。然而在影视作品层面，它的产出已大幅收缩。2025年与观众见面的作品仅有户外探索纪录片《探索心境特别篇》与《探索心境》第2季，而它上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电影和电视剧分别是2024年的《维和防暴队》与《追风者》。王一博本人曾在节目中坦言暂停拍戏的原因，表示随着工作量的持续增大，他已没有办法以足够认真的状态去享受演戏这件事本身。这一主观取舍之外，客观的行业环境变化同样不容忽视。影视行业的寒冬并未因市场期待而消退。数据显示，2025年全年生产完成并获批的电视剧仅为110部，与2014年的429部相比跌去了整整3%，市场萎缩程度触目惊心。2026年春节档以57.52亿元的成绩收官，影视股集体跳水，行业整体信心仍显脆弱。在这一背景下，流量红利加速退潮，以艺人管理和 IP 运营为主要营收来源的乐华娱乐正面临寻找新增长极的迫切压力。乐华娱乐投资者关系部门曾在过去1年间透露，王一博在公司整体营收中的贡献占比正在逐步下降。这一变化固然有助于缓解外界对单一艺人依赖风险的忧虑，但与此同时，也意味着公司必须加快寻找真正能够挑大梁的替代性增长引擎。回到最根本的结构性问题，艺人管理业务在2025年为乐华娱乐贡献了7.49亿元营收，占公司总营收比重超过 80%。这一高度集中的营收结构在短期内并不会因为战略布局的调整而发生根本性改变。王一博的续约为乐华争取到了宝贵的战略缓冲时间，但公司若要真正走出顶流依赖的结构性困境，单靠合同续签是远远不够的。无论是 AI 与机器人领域的早期卡位，还是 WAKUKU 们在潮玩赛道上的持续冲刺，都还需要时间、资本与市场运气的多重加持，方能形成足以支撑公司独立运营的第2条增长曲线。乐华留住了压舱石，却也在同一时刻开启了一段充满不确定性的新征途。王一博与乐华的故事，或许并不会在这次续约之后变得更简单，而是以一种新的复杂形态继续向前延伸。感谢观看视频。如果您觉得这条新闻对您有帮助，请记得点赞、评论并订阅频道。祝您生活充满正能量。再见，我们下个视频见。